当小沙弥在寺院里面是一个比较低微的身份，是比较低微的，也没有办法受到很好的引导，在修行上没办法受到很好的引导。但我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广钦老和尚发愿出家，他其中有一个愿就是要了生死。那我刚刚有问大家说，什么叫做了生死？因为有一个说法其实很普遍，就是说，一个出家人他的愿，最起码的愿最起码的愿就是了生死。不要说救度众生，那当然是更高的愿。但是我今天不出家这一，我如果做一个出家人，我要完成的最起码的这个愿，就是要了生死。但是什么叫做了生死？或者我这样问，了生死是不是就不怕死？不怕死是不是就是了生死？这到底了生死，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什么叫做了生死？我对死亡有恐惧我不要对死亡有恐惧，我就是了生死了，是吗？通常不是，通常不是。比如说有些人到了晚年年纪大的时候，他可能就失智，他可能就回到小孩子的状态，或是他对死亡也许啦不会，也许他会慢慢没有那个恐惧，可是不代表他了生死。所以了生死跟对死亡的恐惧是两回事。当然，你如果了生死，你对死亡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当然你也会对他的恐惧或者对他的这种忌讳也会放下。那到底什么是了生死？好，这当然有很多看法，我就讲我的好不好？那我讲我的看法，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看法，就是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比生死更高的东西？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比生死更高的东西？你就这样问自己。当你发觉你内心有一个比生死更重要的事情，相对来说这个生死就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对它的焦虑自然就放下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就是比如说那个我老板叫我今天跟他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报告，就我都没准备，然后临时他叫我去报告，我也不晓得讲什么，就很紧张。但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最重要的客户，那个老板说不要管这个人，你先去把那个客户接待好，就那个更重要，所以这个就不重要了。相对来说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它就相对来说不重要，没那么重要，它就不会让你那么焦虑。所以突然之间，你对要做报告这件事情的焦虑感完全消失，或者减轻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就是同样的类比方式，你生命里面，你内心的这个价值观里面有没有一个比生死更重要的事情？还是没有你就觉得反正生死最重要。如果你认为生死是最重要的话，那就是一了百了死亡就是不但是生命的终点，也是意义的终点就是虚无，死亡以后就是虚无。如果你认为没有一个比生死更重要的东西，那死亡对你就是一个虚无的事情，就它会让你就是一切都消失。但你如果生命里面有一个比死亡更重要的事情，这个生死对你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轻的，因为就有一个更重的东西嘛，这个相对来说对你就是轻的。好，所以其实就是你内心有没有那个东西，有的话你就了生死了，没有的话还在学习，还要学习。好，这个是我对我们对广钦老和尚27岁要了生死，对这个了生死，我们大概先做这样子的解释。好，那27岁当小沙弥之后，我说他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引导，就这样子到了41岁。好，这13年有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有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他遇到一个也是在寺院里面，但是是师父，在寺院里面修行，他是从别的寺院过来的，可能是来挂单，但是时间还蛮长的，所以他们就比较有接触的机会。这个人呢叫弘仁法师，弘就是弘基的弘，
仁就是仁爱仁爱那个人，弘忍法师那是来挂单的和尚。那他就从旁观察，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做事就别人不愿意做的，他愿意做；就别人觉得这样子是吃亏的，他愿意吃这个亏。但是别人觉得就是不愿意负责任，随便乱弄了，他愿意去收拾那个善后，没有怨言，就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但其实这种特别也是从小吃苦，就是很自然，就是说难听一点，就是比较认命这是比较说难听的方式。但好听一点，就是他也是比较能吃苦，而且肯吃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必跟人家比高低，反正从小也就做这些了，做这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看在弘忍法师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他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而且没有抱怨就是默默的做，把事情做好，就觉得就说你也是跟他的唐伯对他的看法是一样，就是说你这个是一个修行的种子，但你只是修苦行，一定要再修智慧不然就只是修苦行不够。这弘忍法师就鼓励他说要修智慧，然后他就这个也是他生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不认识字，我怎么修智慧？我又不认识字，就是你不能读经比如说我们班诵这个华严经的法会，广进老和尚就没办法参加，因为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念经，他不认识字。他说我不认识字，我怎么开智慧？大家都说读经要开，就是读经才能开智慧。我不认识字，我怎么开智慧？这个经藏这些我都没办法阅读，怎么办？这个弘忍法师给他2个，即使不认识字也可以修行的法门。不认识字也可以做。弘忍法师说不用担心这个修行的法门这么多，什么84000种、几万种，我跟你讲，至少有2种法门跟认不认识字无关广信老和尚就很开心，就问他是什么法门。第一个念佛法门，念佛要不要认识字？不用，或者说你只要认6个字就好了，就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因为念佛法门不用认识字。那当然念佛法门的再延伸，念咒也是，比如说大悲咒准提咒就是有各种咒，你也不用认识字，反正那听久了你就自然会念。就是后来就是广进老和尚到年纪大了以后，你如果去这个参拜他跟他讲一些什么问题，他有时候就会拿一个水，或者念个大悲咒，让你把这个水带回去喝，就可以。好像如果身体不好，就好像会对身体有点调整的作用。所以到后来他就常常念这个大悲咒，用念大悲咒来这个度人这第一个念佛法门不用认识字。第二个坐禅也不用认识字，你就在那边坐，感受体会看自己就可以了。就这2个法门不用认识，而且这2个法门都是禅行，都是禅宗会鼓励大家去做的法门。那个禅宗也说也不用认识字也不用去读经，也可以修禅。这2个法门都是禅宗会进入的法门，所以为什么台湾叫承天禅寺，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在修行方法上，他在这里是有器物的是有从这边进入，就告诉他这2个法门。他知道这2个法门以后，从此就认真，也不是这个时候才认真打坐，他在准备修行的时候就有非常认真在学打坐。但是在这个时候又知道这个打坐它的意义非凡，这个打坐也可以了脱生死，打坐也可以开智慧，然后念佛也可以开智慧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突然就是豁然开朗，觉得没关系，我就没有人教我没关系，我就自己练。所以这段时间他就是慢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不倒丹？有听过吗？不倒丹，不倒丹听起来是不是有什么仙丹可以吃不倒丹不是那个丹这个丹是单数双数那个丹，不倒就是不要倒下来，就是不倒翁那个不倒，叫不倒丹。丹是什么意思？你有听过床单被单有吧？床单被单，那个单就是一块铺在床上的布
就叫单。不倒单就是不要躺在床上，这个就清楚了。你今天终于明白什么是不倒单，不要睡床，但是不要睡，就是用打坐的方式代替睡眠。所以你打坐深到一个地步，其实会介于睡觉与没有睡觉之间，会处在那个睡眠跟不睡眠之间。在这个状态底下，人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你看，广建老师上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开始每天晚上就是不是躺着睡觉了。这个时候就已经他在准备出家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这样的练习，但是从跟弘忍法师谈过以后，他就每天都在练这个，就大部分时间都不是躺在床上睡，都是用打坐的方式代替睡眠，这叫不倒单。在台湾真正做到不倒单，就是承天禅师这一支这个修行的方法。到现在他的徒弟就是传字辈的，还有好几个人也是不倒单。就是他的徒弟传字辈的有好几个，也都是不倒单，就是家风啊，等于就是他们的这个传承的家风，就是练这个不倒单。好，然后这个我就说第一件事情是遇到这个弘忍法师，就开启他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或是说修行的志气。因为我过去他可能会自卑，我不认识字，所以这个感觉修行跨不上去。经过弘忍法师这个开导之后，他觉得没有障碍了。没有天花板了，就是只要我愿意就跨过去了，这是对他非常大的鼓励。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也就是沙弥嘛，所以总是要做一些劳作，他们叫一般佛教的说法叫出坡。你现在到寺院里面去做义工，有时候也叫出坡啊，有时候坡就是那个土字边一个皮那个坡，其实就是去种田啦，有时候种菜哈，寺院里过去自己种菜自己吃嘛哈，那这个工作就叫出坡啊。然后他去出坡，他们的沙弥都要去出坡，然后这个因为他比较负责任，然后比较肯做事，所以那个住持转成法师啊，就出坡总是要有一些工具啊，就把这个收拾工具那个小房子的钥匙就由他负责，所以每一次工作结束啊，大家都随便放东西，都随便放嘛，反正就放在那个小房子的门口，然后都是由这个别人先下山吃饭，然后他就自己慢慢再把东西收拾好啊，门锁好，他再下山去吃饭。但就有一天啊，大概这个工作做得比较晚，大家饥肠辘辘，肚子都饿了。等到这个工作一做完，时间一到要下山的时候，大家也不想把那个工具拿到这个小工具房这边放，就他人在哪里就当场就一丢，就跑下山了。这个非常难以收拾，你要到每个地方去把东西捡回来，然后再放到小房子里，再整齐放好。他就很生气，他说：“我平常已经为你们做那么多了，你们平常就是在门口随便放一下，我还要帮大家把东西放到里面去。你们竟然连这个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就在原地东西放了，你们就跑回去先吃饭。”他在那个时候就对，你可以这么说，他就对众生失望。他说：“众生这么愚痴，我干嘛帮助大家？我先救我自己算了吧。”他也闹脾气，他也生气了，就下来，他也不收了，就下来，就下山。下山的时候就遇到那个住持，就遇到转成和尚。这个转成和尚看前面那些他的师兄弟这样跑跑跳跳下来，已经呵斥了他们一顿，就这个没有出家人的威仪，怎么跑跳跳下来，就一副急着要吃饭的样子，已经呵斥了一顿，然后看他随后又下来，转和尚觉得不对，理论上你要收拾，你应该要晚一点下来，怎么你也随后下来？就把他叫住，就问，原委知道没有收拾，转正和尚就骂他，不过骂他也是在教他，一样是讲说，别人不愿意，我就是因为你认真负责，我才把钥匙交给你，就是希望别人不做的事你要做，别人不愿意吃的苦你愿意吃，你现在这个不做啊，你将来会后悔，你现在多吃一点苦，你将来就知道了，就跟他教训一顿。
这个是转成和尚对他的可以说是唯一一次认真的教诲。所以在他听起来，他没有被骂的感觉，他觉得他被教导，他觉得他被认真的教了一次，因为平常都没有这样教他，今天特别这样的教他，他反而起了欢喜心，然后很高兴又去把东西收一收。这我们叫做转念，这个我们用现在的话叫做转念。可是你如果转不过来，这就叫受辱，你就是觉得受到侮辱，你就会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吧？你应该一视同仁啊！你今天这样训我，刚才那些人应该一起叫回来，一起训才对啊。没有，转成和尚那些人就是呵斥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对他把他叫住，又训了他一顿。你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转念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你就会觉得这个老师啊，这个偏心，这个老师一定对我有意见，他一定看不起我。这个地方你转过来了，你就是佛了；这个地方你转不过来啊，你就入了魔道了。真的，这个地方就一念之间转过来没转过来，就是一个就往人家说这个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分岔路，这个地方往天堂，那个地方往地狱。你在那一念之间要小心。这个我们学易经就会说，这一念之间就是阴阳分隔啊，真就是阴阳，你就是走有阳气的路，还是走有阴气的路，就在这个地方就分出来了。就凡是你要面对情绪重大起伏的选择的时候，那个地方你都要小心，你都要往有阳气的地方走你不要往阴气的地方走。比如说阳气跟阴气，情绪就是阴气，志向就是阳气。这个地方你如果还想起你的志愿、你的志向、你的修行功课，就是有阳气。这个地方你如果充满情绪、闹意见，觉得不公平，觉得别人为什么可以那样子，我为什么不可以？你就是走阴气，你就是走阴的方向。就这一念，就人生很多吉凶就在这一念之间就分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就是这是修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当然，我们不见得每一次都走上阳气，但10次好不好？有个6、7次走阳气几次不小心没关系，但大部分都往阳气的方向走这样大概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太不好你越是你10次里面选择走阳气的这个比例越高，你的生命就会越好，真的。或者说你就越会感觉到就长时间来看，你越会感觉到你的生命是充满意义的，你的生命是不断的在往上成长。那你如果每一次都往这个阴气的地方选择，你就会觉得你的生命是被外在的事物控制的，你就会觉得我今天为什么过不好，就是因为我那个老板不好，就是因为我那个主管不好，就是因为我坐在我旁边那个同学不好，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也不好，你就会觉得都是外在环境造成你这样的。但你如果是走阳气，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常常觉得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自己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所有那些别人都是你的，都是来帮助你的。这个一念转过来，真的就是天堂；一念没转过来，就是地狱。这是所有修行一定要面对的一个巨大关卡，就是你说人生十字路口，我们一天都要遇到好几次这种十字路口，一天都要遇到好几次。你这个，比如说假设你坐计程车来，然后关门，那个司机说：“哎，你关门小力一点行不行？”你会不会生气？Polly 不可能不生气的，你一定生气的啊！对啊，以你的脾气，你是一定会生气的。我还不认识你吗？就是那个司机批评你关门太用力，
你一般我们会生气，如果我就自然关，我哪有用力？是你车太烂，好不好？是你车太烂，本来不应该有这个声音，你车太烂才会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回去，但你这样回去，其实你就是选择这个阴的路线，你就选择阴的路线。但你没有，你比如说你就跟他道歉，哎呀不好意思，然后接着就说，哎你这个车很好，他心就开朗了，对方的心就开心了。那说不定他又跟你聊很多其他的事情就这么一念之间，就哪怕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都是处在那个十字路口。这个我刚才讲说2件事，一个就是弘忍法治这个事情，第2件就是他开始觉得比别人吃比较多的苦，这个事情也是修行。所以广涧法上一生就说别人问他，那个老和尚那个修行要怎么修？他都说我没有在修行，他说我在修苦，意思就是修苦行啦。我在修苦，不是修行。他说就在修苦，修行就是修苦他常常这样子讲。那修苦是什么意思？其实也很简单，什么最苦？以我来说，我跟大家讲，什么最苦？你要改变你的习性最苦，改变你的习性最苦。叫你晚上睡觉前不要看手机，最苦，是吧？叫你早上提早1个小时起床，最苦就是反正就是违背你习性的事情都是苦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一直照着习性做事，他就会被那个习性所控制。不知不觉被这个习性所控制，一个人不知不觉被习性控制，他的自由度就变得很小，其实就不自由。从佛教的说法就是，那你就不自在，都不自在，不能自在。你要脱离那个被控制，就是外境会控制你，内在就是你的习性会控制你。外在不要被外在的境的外在发生的事情，不要被外在发生的事情所控制，内在不要被你的习性控制。脱离这种外在对你的控制以及内在对你的控制，脱离的方式最好就是逆着你的习性，逆着你的习性就是苦行。比如说我们心里都会觉得这要公平我们都是在寺院里，都是沙弥，那我工作跟你的工作大家要平等要均摊这个道理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总是没有办法真的那么公平。这个时候在没有办法那么公平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比别人多担待一点？你能不能够，你愿不愿意比别人多吃一点苦，比别人多受一点罪？你如果不愿意，你一定要说一定要公平这个地方就是佛教，以佛教来说，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是落入习性在讲话，就用你的习性在讲话，就你已经被你的习性所决定。你可以说没关系，这个我多负责一点，没关系，你们大家时间很宝贵，这个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我来做好，这个你把它承担下来。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团体在讨论，但是工作怎么样分配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再提出来。就工作的方式，大家是可以把它用比较公平的方式，但是这个公平方式是大家一起来讨论。但在具体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公平的时候，你愿意比别人多承担一点，也不要那么计较。这个其实是需要逆着习性。就所有辛苦的事情都是逆着习性，所以逆着习性就是苦行就是苦行。去年我一直邀大家爬山，大家都不愿意爬山。今年我邀大家骑脚踏车，就大家也不太愿意骑脚踏车。对，要逆着习性试着骑看嘛，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我刚才讲说阳气，你能够每一次尽量选择阳气，有一个条件就是人的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你比较会选择阳气。就人的身体状况如果比较不好这个新陈代谢不是那么顺畅，你常常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会让你去选择阴的部分。所以其实修行也是要修身体，身体也是要让它养到那个阳气要足，
阳气足对修行是有帮助的，对修行就是在走向阳气的那个选择的那一念转念是比较容易的，阳气不足转念会不容易。好，那终于我们来到了非常关键的39岁。39岁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说之前他遇到弘忍法师，知道这2个修行方法，然后全心全力去练这个，一个是禅坐，那他禅坐就是彻夜禅坐，就不倒单；第二个就是念佛。然后39岁这一年，他正念佛三昧。那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是念佛三昧啊？什么叫正念佛三昧啊？就是他到福州吧，去参加有一个民国初年有另外一个法师叫元英法师，他元英法师也有很多讲经的这个经本，非常好，我有时候也会参考，反正就是他参加元英法师办的禅期，然后在禅期当中有经行，在这个大殿啊，大家经行就一边念佛号一边走路，然后手要结叫定印，定印大概就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然后两个拇指相对，这叫相助，相助，就是这个动作就是经行，他就在那边经行，不晓得走多久，突然之间，我也不能用突然这个字眼，因为老和尚有他特别的用法，他说一顿。蹲着的，他这个讲了好几次，他特别强调蹲着的哦，因为他讲泉州话就蹲着的，蹲着就突然不一样。这个有一次，这也是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个老外在国外学过一点禅宗，然后上来就是请他的台湾友人说他想去台湾拜访一些。在禅宗修行上修得很好的这个师父，他的朋友就把他带到成天禅寺，可能就是老外嘛，所以老和尚就出来跟大家聊聊天，他就说气头，他不是很认真，那就是反正就是没跟外国人谈过话，然后也没看过外国人这个学禅，也想知道一下外国人学禅是怎么学的。他就说来剃头，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因为老外问话比较直接，我们比较不敢。老外问话比较直接，就问说老和尚，你一直强调要念佛，那你念佛有没有正念佛三昧？就直接这样问了，就有点说我上课你问我说老师你易经你的程度到底到什么地步？这是不是太不礼貌了？你如果这样问我，一定说我没有程度，我程度很差。他就这样问，但因为是老外问，所以就他就回答，他就是用他39岁在福州参加元英法师这个打禅期这一次，他的那个突然对念佛有一个全新的感受，他就把这个经历告诉这个老外。然后因为是还要透过那个台湾友人翻译，所以他讲蹲着的，他还特别跟那个翻译说，是蹲着的哦，你不要翻错哦。就那个老外他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他有写一个回忆他还记录这件事情，他就说我那时候就突然感觉我不应该把这个蹲着的译成 stop， 他说不是 stop， 不是停止，不是说我经行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不是。那到底蹲起来突然不一样，是到底我先讲到底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情。他说突然之间他感觉他所看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佛号，地板也是佛号，然后空气也弥漫着佛号，然后这个佛号好像在像气流一样旋转，慢慢旋转向上。然后他就忘记自己人在哪里，但是大家做什么他就跟着大家做，但是就是觉得周边一切都是佛号，然后听到的声音也是佛号，看到的东西也是佛号。他就说他就处在这个状态，但是好像完全不是
就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其实又顺着大家，就大家去吃饭，他也跟着去吃饭；就结束进行，大家去休息，他也跟着大家休息。但是就是到哪里都还是到处都是佛号。然后出了门听的声音也是，他说可以这样说，这是我的体会哈，这个不是他讲，后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佛号。好，那我要问说，假如我这个体会是对的话，什么叫做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佛号？因为至少他的描述没有我看到他说视觉是佛号没有问题，听觉也是佛号没有问题，触觉我相信应该也是，因为两个觉，我们这个6个感官，2个感官都已经相通了，我觉得其他感官应该也都是相通的，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应该都是佛号，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但是我就要问，什么叫做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佛号？心心相印，好像还差一点。还是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佛号的氛围，就是他已经完全他自己是融在这个是可以这样子说，但它有一个，你知道，我们的视觉听觉是分开的，就是或者就是感官其实是分开，比如说摸你的感觉，其实耳朵不会知道。就是我们这些感官其实是分离的，但是在透过佛号，他发觉所有感官合而为一，所有感官没有中间没有那个间隔。你有没有印象？好像《楞伽经》里面还是就是那观世音菩萨，就是正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其中有一段他讲说，那个耳根不仅仅是耳根圆通，是所有感官都圆通，就是你的耳根可以通你的眼根，也可以通你的触根，就是你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相通的。我这样讲太抽象，来，我举一个例子，你如果有打坐的经验的话，你打坐大概20分钟以上，或者40分钟以上，你已经进入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手跟脚没有分别，好像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东西。你会觉得好像整个身体跟臀部是没有分别，没有什么胸什么没有，就好像就只有大就是在一起的。甚至你觉得头好像跟肩膀也没有办法分别，是在一起的。甚至到最后就是觉得好像你也没有手，也没有脚，也没有身体，你就是一个球，你就是一个球。就是那个区别，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区别项啊，手归手，手有手的功能，脚有脚的功能。那个区别项在打坐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如果你比较稍微进入状态的话，那个区别会不见。这样还会有点抽象吗？好，那再来一个，你马上都可以做实验。这个我在教易经课的时候有讲过。比如说，你把你的拇指放在你右手的拇指放在你左手的这个手心里面，你把它握起来，不要用力哦，你不要这样去拉它，就是完全放松用力。然后在这个温暖的状态底下，你会忘记你的拇指的存在。你只要握一下，不用1分钟，你马上可以感受。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不用1分钟。你只要心够静，你如果心不够静，当然没有办法。你心稍微安静一下。80%的人都会慢慢感，我好像没有拇指。如果你手是凉的，可能不行，你只要稍微是温暖的才可以。有吗？有哈，对，我没有说谎。就是这个感觉，好吗？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分别性不见了，就它的那个分别性不见了，所以。念佛，当然这只是一个拇指，一个拇指很容易，一只手就不容易了，整个身体又更加不容易。它那个感官各感官之间的分别性不见了，被什么东西化解了？被佛号化解了。就透过佛号，把你所有这个感官全部融合成一体。那我这个当然是
非常具象的去解释它，但太过具象的解释总是不是100%的，不是100%的一样。但我不用这么具象的方式解释，大家也没有办法懂我在讲什么。所以大家可以先用这个方式去理解什么叫正念佛三昧。三昧就是最深的状态，就是正念佛三昧。这个状态它就是正念佛三昧。好，这个状态持续多久呢？广见老和尚说，它持续了3个月。它持续了3个月。广见老和尚在坐禅也有一个3个月，然后念佛也有一个3个月。他坐禅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先把后面的拿来前面讲，因为这2个相关嘛，就是他2个修的法门。就是他后来毕竟还是有一个人帮他剃度，让他成为正式出家人。当他成为正式出家人以后，他就向转成师父就申请说，他想要到山上去独修，一个人到山上去修。然后在山上修的时候啊，这个就打坐嘛，就是他就是在那个住家打坐和你在山林里面打坐是不一样的哦。你不信的话，你自己找一天，你不要去太山里面，你去阳明山公园就好了。你到阳明山公园找一个凉亭，你晚上在那边打坐，不用太久，2个小时就好啊，不1个小时就好。你打坐1个小时，你看看那个感觉，那个感觉跟你在家里感觉是不一样。你在家里感觉很安全，你在野外打坐没有安全感。你在野外打坐，风吹草动，那个虫子爬来爬去，你就会担心是不是有蛇，是不是有那个你没有安全感。好，他到山里面去打坐，然后在打坐的时候就打坐到很深，好，就进入到很深的状态，我们称为入定啊，有时候称为入定。这一入定呢，3个月。后来有人问广见老和尚，他说入定我怎么知道我入定多久？人家问他这件事情，他说我怎么知道入定？我都入定，我怎么知道我入定多久？都是别人在说啊。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好。然后这个入定到，因为入定到你的呼吸会非常非常细微，细微到会让人家误会你已经死掉。就是你入定的时候，你身体就会慢慢，虽然可能整个身体循环的速度会慢慢变慢啊，有点叫做一息尚存这样，但是还是维持的。可是这个时候，人家如果他会觉得，你这没有吐气啊，他会误会说你已经死掉了。他可能不晓得说你一呼一吸，只要是会花1个小时，一呼一吸1个小时。你们相信一呼一吸1个小时吗？不相信哦。但是有证人啊，有一个人他还上电视，有一个老人家，他就说他是练龟息，他真的就是一呼一吸，他说1个半小时，一呼一吸1个半小时。好，回来，就你想想看，一呼一吸1个小时，你怎么知道他在呼吸？你不知道他在呼吸嘛，所以大家以为他死了。但也有人说，这个不一定哦，说不定是入定啊，这个你不要随便处理。那刚好弘一大师在附近的一个庙里面，在那边也是在那边挂单，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请弘一大师来鉴定一下，就请弘一大师来。弘一大师来看那个状态，他就觉得是入定。后来弘一大师用弹指弹3次，让他出定。弹3次，我是弹3次让大家睡着，弹3次让他出定，这后来就留下一段佳话哈，留下就他跟这个弘一法师有这么一段佳话。好，就是你能够入定到3个月，不要说3个月，3天就好了，应该就是一个应该就是禅坐三昧的状态。所以禅坐它也正三昧，这个念佛它也正三昧，就是大概这一段期间，39岁的时候正念佛三昧，然后之后就是我刚才讲39岁，然后到41岁他才正式出家。那为什么会正式出家？这里又有一段因缘。如果你是
寺院正式的师父，你愿不愿意收一个不认识字的徒弟？一般不愿意。所以广建老和尚在寺院里面一直当沙弥，连续当了13年，就是因为他身份低微。就是寺院里面虽然说大家都是修行人，但是就是还是会有一点这个阶级之分啊，还是会有阶级之分，所以没有人愿意收他当徒弟。还好这个时候应该是老天安排，有一个人他是戏班出身，然后跟这个转成老和尚有缘分，这个转成老和尚就收他为徒，但因为他是这戏班就是在从前人眼中，也就是不是就是社会地位也不是很高，所以虽然转成法师在某一种缘分底下收他为徒，但他当了正式的师父之后，没有人愿意拜他为师。再加上他是年纪比较大之后才正式出家，所以又是这个出身就比较不好，不是说念书然后出家，不是。那当然你是念书然后出家，这种师父大家是最喜欢拜你为师。你说当戏班出身，然后这个时候徒弟也会觉得，我如果拜这个老师以后被传出去，那我不是脸往哪里搁啊？我的师兄弟开我玩笑说，你就唱一段来我们听听，我这脸要往哪里搁？所以这个师父叫瑞凤师父，瑞凤师父也没有徒弟，就这么巧。有一个沙弥找不到师父，有一个师父找不到徒弟，就在这个时候因缘成熟，然后这个老和尚就去问那个转成师，就是住持问智存说他可不可以拜这个瑞凤为师，得到住持同意，这个两边才撮合起来。这个瑞凤法师一生唯一收的一个徒弟，就是广钦老和尚。没有广钦老和尚，他的名字是留不下来的。就还好有广钦老和尚，他的名字留下来。这个真是老天安排啊，真是老天安排。好，等他正式出家以后，你就是一个正式出家人，就可以申请有一些你想要从事的修行活动嘛。那当然，寺院里面其他的师父没有办法再教他，他就跟这个住持讲说，他想到旁边的这个山上叫清源山。你知道现在承天禅寺旁边的山也叫清源山，这个名字山的名字是广钦老和尚取的，原来名字叫火焰山。你现在如果查地图的话，通常是写火焰山，后面括号写清源山，后面是有括号的。因为它不是正式的名称，它正式的名称是叫火焰山，但广钦老和尚就觉得修行的地方旁边怎么可以火呢？怎么可以一直在那边火在那边烧呢？不行，要清凉。就想到他年轻的时候这个修行的这个自己在山里面修行，那个山叫清源山，所以他就把旁边这个山也取名叫清源山。我们有带同学去爬过火焰山哦，你去爬山你就知道火焰山是一个CP 值最高的山，就是你花的力气最小，你看到的风景最好啊。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一座山。那在清源山，他在山上修行，要先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他就找到一个山洞，据说那是老虎洞啊，所以就有人家就称广钦老和尚叫伏虎师，伏就是降服，虎就是老虎。为什么称他为伏虎师？就是这段因缘，就在那山上找一个山洞。那据说这个山洞原来是老虎洞，就是有一个母老虎，就是照顾一个小老虎。为什么我们会说脾气很不好的人会说这是母老虎？就是要照顾小孩子，所以你就是会特别防范嘛，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想想看，那个如果是真的，那个有一只母老虎带着小老虎，它怎么可能会把山洞让给你呢？就是传说，就是说，他就反正就感化了这个老虎，跟他说会帮他做功德、念经，你把山洞让给我吧。然后反正你们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到山洞嘛。
然后我帮你念经，你们就可以下辈子可以投胎做人，你们就可以这个修行了哈，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传说了。这个你问广见老上，他也不说的啊，他也不说。然后就在山上一个人修行了13年，又来第3个13，第一个13是在南洋打工，第2个13是当小沙弥的时间，第3个13就是在山上独修的时间13。在山上修行，刚开始带了4套衣服，然后带了1袋米，上去以后，这个吃不到1个月就吃完了。之后怎么办？下山采买没有。之后就是在山上就吃野果子啊、野菜啊，就是还有吃这个树薯，就是吃起来像什么？像不甜的甘蔗。不甜的水梨，可是它质地又比水梨再粗一点。但吃这个树薯，然后有这么好几年都这个我们就称叫辟谷，因为都是吃这些山林的东西，不是人种的五谷嘛，所以这个就称为辟谷。第2个就是称为不食人间烟火，因为它都是吃生的，它没有这些没有在煮过，不食人间烟火，就是有这2个称法，一个是辟谷。一个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他在山上就是主要就是打坐念佛。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不好？就是说，怎么样的打坐比较容易进入到比较深的状态，好不好？我这很抽象，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什么方式打坐？比如说，大家最常就是大家会教你用数息的方式。数息是非常稳当的方式，但也是很不容易有进步的方式。不好意思，如果你有在练数息，它是很稳当哦，绝对不会出错。你绝对不会说练了以后退步，绝对不会。它是非常稳当的方式，但是你也练数息也很容易遇到天花板，你就会在那个地方会停很久。你如果是练数息，你会在那个地方停很久。我自己也是从练数息开始，我在数息起码停了15年，我一直到最近才稍微有体会，就是从前有一些方式可以调整一下，打坐的方式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我去那个去有一个有通灵能力的按摩师，结果第一次去按摩就哀哀叫，因为他就是弄得很痛，甚至我觉得去是消业力的，就是不是在按摩，他就跟你，我认为是刀疗，就是让你消业力，很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不必这么痛啊，我就问他为什么可以不必这么痛，他说你呼吸法对就不会那么痛，然后他就教我呼吸法，他就这样呼吸才对啊。我用他那个呼吸法我就发觉改变很多。这个你们愿意听吗？就是一种我建议的，你不要把它当作唯一或者当作最正确的方式，你就当作一种其中之一啦，一种打坐的时候的呼吸法。就是我过去打坐我是用腹部呼吸，腹部呼吸的意思就是吸气的时候肚子是膨胀的，吐气的时候肚子是消下去的。他跟我说你这样打坐会越打坐杂念越多。好，那如果你们是过去是用这个呼吸法打坐的话，你自己感受一下，这样打坐是不是杂念会永远都清不完？清一个又来一个，应该说清一个然后生出2个，清2个生出4个，你怎么清都清不完。就是你如果是用腹式呼吸的话，到后来我自己，那当然他意思是叫我用这个上肺部呼吸。不单单是肺部啊，用肺部的上半部，因为我们一般自然呼吸大概就是用你的中肺，也不会用到下肺。你的腹部呼吸会部分的用到下肺，但是正常呼吸你是用不到上肺的。它意思就是你要把气提到这里来，提到这个位置来。正常呼吸只有到这里，腹部呼吸只有到这里，然后你要把气提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试了几个礼拜，我就明白了。
提氧气要用上肺呼吸。这个腹部呼吸不是说腹部呼吸错误，腹部呼吸的功能不是提氧气，腹部呼吸的功能就像我如果用易经做比喻，上肺呼吸就是乾卦，腹部呼吸就是坤卦。比如说我就是出去运动去慢跑，我都已经跑了2-3个小时，回来很累，这时候你用腹部呼吸是可以消除你肌肉疲劳，这个是很好。你用腹部呼吸让你恢复疲劳，让你这个肌肉这个乳酸代谢出来，这个 OK 没有问题。但是修行是跟修行有关的呼吸，不是腹部呼吸，是上肺部呼吸。所以我试了几个礼拜，我就清楚了，因为我用上面呼吸的时候，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其实腹部是陷进去的，在这个地方膨胀；吐气的时候，肚子是出来的。我试了3个礼拜，我就清楚了。打坐的时候，真的是杂念是越来越少。我今天早上起床以后，我又打坐一次，然后打坐下，我想说那个大概只做了40分钟吧，因为我心里感觉我说大概只做了40分钟吧。结果一看手机，我已经打坐70几分钟，就是他那个状况会真的是比过去用腹部呼吸会好很多，就是用你的上肺这个地方呼吸。那更细部的讲究，就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办一个打坐的一个活动吧，以后有机会因为那个有更细的地方，就是简单说就是腹部呼吸跟上肺呼吸，那有更细的分别，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哈。好，那就39岁正念佛3昧。对不起，我不是要讲，是要讲说，如果你已经会这个呼吸法，那打坐的时候还有一件你可以试试看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把禅坐跟念佛合在一起。你不用像那个广谦老和尚这个念佛归念佛，禅坐归禅坐，不用2个合在一起。我相信老和尚也是2个合在一起，只是他没有明讲，但我相信应该是合在一起。你呼吸的时候不要数息，呼吸的时候就默念佛号就好了。你要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如果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有缘，你就念观世音菩萨；你如果是跟本师释迦牟尼佛比较有缘，你就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跟你最有缘的那个佛菩萨或者神明，你就称颂他的圣号，就是你这个频率你自己看自己的呼吸的速度，你就慢慢来，不要急，就慢慢来。你可以一吸念1次佛号或2次佛号，你自己去调整，找到一个你最适合的那个速度。一吸气吐气的时候看是1次佛号还是2次佛号，你自己调整。但你就是念佛号，就是用念佛号的方式来打坐，我认为最容易进入。但是你要记住，你要念跟你最有缘分、跟你最熟悉的那个佛菩萨，因为这个是有加持的作用。比如说，你家里从小就是拜观世音菩萨，你跟观世音菩萨缘分很深，你就称颂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样它真的是会有加持的作用。你这个打坐的这个状态，或是念佛消业力这个功能，这种福报会非常非常强，会非常强。好，再回来，再来就41岁了哈。41岁我刚刚讲说，他就自己跟住持取得住持同意，然后就到山上一个人独修，在山上独修了13年。他在山上什么地方独修呢？这个我们后来他有收一个徒弟叫林觉飞啊。他来台湾的因缘也是因为这个林觉飞这个等于是皈依的徒弟哈，不是寺里出家的，是皈依的哈也是因为他的关系，他帮助他来台湾。那我根据林觉飞的记载，因为唯一去看过的只有林觉飞。
灵鹫飞就说，这个大概从山下就是人还有市场的地方走上去，大概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样子。因为他说上午上去啊，必须在山上吃饭，不然就如果半天是没有办法上去又下来，必须在山上吃饭。他的描述是说，走了大概比如说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在山上啊，到山上去休息一下，然后就准备吃饭。那他是说他大概是8、9点的时候，那个就是老和尚带他上山，所以你就推估吧，就比如说8、9点上去，大概到10点半、11点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吃午餐嘛，就是要开始生火啊。那因为是山下的人嘛，所以在山下买了面，买了这个面，那在山上就生个火，就煮一下面来吃啊。然后大概，所以估计应该就是大概是走1个半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间吧，这样走到山上。走到山上以后，吃完饭休息一下，这个老和尚带他在附近走一走，然后大概走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距离，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修行人，所以不是说方圆5里10里都没有人到，没有到那么荒凉，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还有另外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修行人，所以他们有稍微彼此，因为修行也是荒郊野外修行是危险的事情啊，有时候比如说大家都要吃一点野菜，你要是摘错菜怎么办？所以有时候大家还会彼此，即使不是每天打照面，起码每隔2、3天要打一次照面，知道对方还活着啊。因为山上修行真的是有危险性，你要不小心被毒蛇咬到啊等等的，所以大家一段时间会彼此打个照面。所以他就说大概旁边还有一个修行人，然后大概再走远一点，还有一个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有7、8个人在那边啊，一个小地方7、8个人一起共修，然后独修的就是他和大概10分钟、15分钟以外，这2个人是独修。那如果平常还会遇到人，就是上山砍柴的樵夫，就平常就只能遇到这些人。然后他平常不太下山的，大概比如说1、2个月也许下山一次，就很长的时间才会下山一次。那我怎么可以估计是1、2个月呢？因为据描述啊，灵鹫飞描述说，那个师父下山的时候都已经胡子啊、头发都长出来了，所以那显然不是说，你如果说10天半个月就下山，也是其实胡子头发不会长那么多啊。一般你的一定要1、2个月，比如说2个月以后，你这个头发胡子就会长很多啊。所以我这样估计大概是1、2个月才下来一次。那一般我们能够买的补给，你扛得动的补给，你爬过山的你就走。我就说在山上，比如说你参加过什么中央山脉纵走那种，要走好几天，你就知道一个人能够扛的食物最多就7天。7天以后一定要有侧面补给，而且不能7天才来补给，一定第5天就来补给啊，不会等到第7天才来补给。所以一个人你能够背的这个食物，在最多就7天。好吧，就算你非常省吃俭用，再用其他3果补充，也大概就半个月，很难撑到1个月。你如果要撑到1个月，一定是你吃山上的东西多过于吃山下买的东西，这样才能够撑超过1个月。所以你就知道在山上生活是很辛苦的哈，在山上生活很辛苦。好，这段时间过了13年，13年以后下山回到寺院里面去。回到寺院里面去，中间当然有经过一个那个说弘一法师那个事情，我刚才有讲，就他入定，大家以为他死了，然后下山以后他就就开始过那个不倒单的生活，没有睡在床上，然后他每天都是坐在大殿外，大殿外如果天气好，他就坐在外面就是没有遮阴的地方。如果天气不好，可能有下雨，他就坐在这个廊上，就是上面还有一个遮阴，但还是户外，有点像是走廊这样子，就在廊上那边打坐，就用打坐的方式。然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回来大概10天半个月吧，因为他都坐在那个大堂，就是佛堂前面。佛堂前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叫做赛钱香的东西？就是这些信众会捐香油钱、添香油钱嘛，然后
这两个那个管理的师傅就宣布，我们那个赛前香的钱被偷走了，但没有说谁偷的，就说不见了，要调查。你觉得大家会觉得是谁偷的？这不就那个广清老和尚每天晚上一个人在那个佛堂前面打坐啊？我们都没看到，就只有你啊，所以这个钱不见一定跟你有关啊。即使不是你偷的，你也应该知道是谁偷的啊。如果你不知道是谁偷的，一定要不是你偷的，就是那个人跟你同伙嘛。大家就不断的去编故事，就不断地去编故事。然后广清老和尚这段时间，你一定很难受嘛，一定别人在你背后窃窃私语，故意让你似乎听到又似乎没听到，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在背后说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讲话的时候指桑骂槐，意有所指，指着秃子骂，指着秃驴骂和尚，就是一定有这种味道，就是那一定很难受。可是，就和尚有一点他也不辩解。也不当一回事，别人这样误会他，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该早课晚课也不会说哎呀就不参加早课晚课，没有，一样参加，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吃饭吃饭，跟大家一起活动，他也没有特别觉得不舒服，就所有日常活动都照常参加，也不做特别的解释，别人在背后窃窃私语就让他们窃窃私语，这样过了1个礼拜，1个礼拜以后。那2位管理师傅在一起跟大家宣布，说这个事情呢是假的，其实钱没有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同修这个广清师父同修在山上13年我们住持和尚想要测验他到底修到什么成果，所以就用这个叫公案就是故意用这个公案来考验他这个他修行真的有成，这1个礼拜以来就完全是跟好像没发生这件事情一样，完全不在意别人在背后对他的指指点点。这是修什么？忍辱，一样是忍辱，修忍辱。所以后来广清老和尚在开示的时候都一直讲，修苦行就是修忍辱，修苦行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忍辱。这就是忍辱。这忍辱的事情也很多。就后来有一次，在成天禅寺，成天禅寺最早不是现在这个白墙绿瓦的样子最早就是很简陋的这个竹编的房子后来再一步一步扩大，然后这个白墙绿瓦，这个好像还是他们寺院里面一个。好像是一个比丘尼，他负责整个扩建的案子，那个扩建的非常成功，所以呢，台湾各大寺庙有扩建计划的都来请他去演讲，请他去指导就这个师父就变得很出名。然后这个师父后来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就跟那个广清老和尚讲说，这样子可能有点妨碍我的修行，请广清老和尚帮忙。看怎么样可以调整一下，不要他现在变成所有台湾寺院大家都什么要动工，什么都请他去当顾问，请他去指导什么那个广清老和尚说好，这个我来帮你。然后呢，他帮的方法就是有一次有个很大的团体到山上去去看老和尚，老和尚出来接待的时候，他就意有所指，就跟大家讲。等于是宣布，跟外人宣布，说我们这个寺里面有一个出家人，就盖了一个房子，就以为自己功劳多大，没有把我当成他师父了，就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了，就开始骄傲起来，就讲这些，这其实都是假的，你知道吗？这都假的，但是他就是很生气，在那边讲听的人都知道嘛，就知道怎么回事，也知道就是知道是哪一位嘛。后来这位比丘尼也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这些有一些比较熟的这些
施主啊，就去劝这个比丘尼，就是哎呀，这个也不要这样，你真的付出很多，但是也不必这么鞠躬嘛，就跟他讲，他听了就是一头雾水，然后这个师父继续再说他，当着他的面继续再说他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没把师父当师父，一副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样子，继续说。讲到这个师父满腹委屈，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后来他一想，他就转念转过来，就说：“这个是不是师父在消我的业力啊？”当然，这个念头转过来以后，他就跟大家道歉，就所有跟这些上山来看师父的这些团体，就跟他们道歉，然后说这个以后他不会这样子的，这个错误他自己要好好反省，以后他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一样，就是用忍辱的方式在教人。这是禅宗的家风，这不单单是我说这个手法，这种手法故意用你最不舒服的方式来对待你，这个是禅宗修行的家风。我举个例子嘛，就是三祖嘛，就是禅宗一祖、二祖、三祖，好像是三祖兼二祖还是拜师的那一位，就是比较就是可能生活环境比较不好，太湿或怎么样，就是有长那个身上有大概有疥疮吧，有疥疮。然后这个师父接待他以后啊，就跟他说：“你都麻风了。”你都是麻风病了，你知道佛法是治不好麻风病的，你知道吗？你都麻风病了，你来求佛法，对你的麻风病有帮助吗？第一个，它不是麻风病；第二个，你直接打他最痛的地方。禅宗就是这样，禅宗就是考验一个人，就是从你最痛的地方去考验。你只是165比较矮一点，他就说你是侏儒哦。他就说你是我见过最矮的人呢，你可以当那个白雪公主与七矮人那个里面最矮，他就会用你最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个方式去说你，他就要看你怎么反应，这是考验。就你在面对这个羞辱的情况底下，你那个念头转得回来转不回来。你那个念头转不回来，你就跟修行缘分比较浅一点。你那个念头可能刚开始觉得很生气，可是后来觉得不对哦，我现在是面对人生十字路口啊，我要把这个念头转回来。你转得回来，你就是在修行；你转不回来，你就跟修行没有缘分。你当下这个修行的缘分，你就没有接住。所以你如果心里是想说，师父你怎么那么不慈悲？我只是长个疥疮，你就说骂我是麻风病人，又说麻风病人学佛也没有用，你这个太不慈悲了，这个师父这样不行。你如果这样，那师父一定跟你认错道歉，然后就说你这个修行很高，刚才是我对你不礼貌，来我们到旁边去，我们有最好的茶招待完就说你修行这么好，老实说我也教不了你，你要不要另外去找老师？就把你高高兴兴的送走，然后再把你捧得高高的，然后让你将来自己再摔下来，把你捧得高高，说你修行好，说你修行比师父还好，都知道慈悲是最重要的，那就把你送走。但一定是这样，禅宗就是这样，就是你能够吃得住他那个羞辱，你就跟他有缘；你吃不住那个羞辱，他就把你捧得高高的，把你送走。因为这是禅宗的家风，这特别禅宗最爱这一套，就是三祖到四祖，四祖到五祖都是这样子在传法的，都是找你身上最痛的地方跟你打下去，看你在那个反应底下转得过来转不过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在受辱的状态底下，你都还能够把自己转念转回来，转回成修行的状态，那你就可以。任何状态你都可以修行，你哪怕睡觉都可以修行，你哪怕做梦都可以修行。你如果受辱状态之下，你就被拉走了，
那你只能某一些情况可以修行，某些情况你不能修行。你做梦就是梦境了，就没办法修行。你可以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是我就说用受入这个事情可以测验出来你跟修行的缘分有多深。就受入情况你还能够把自己拉回来，你跟修行的缘分非常深。那个深会深到你连做梦都是在修行。因为做梦其实你就没办法自己控制，一样受入你也没办法自己控制自己啊。你连受入情况你都能够自己控制得住自己，那做梦一样可以自己控制得住自己。一个人如果连做梦都可以修行，你就是24小时都在修行了。你就是24小时都在修行，那功德非常大，可以吗？这个是我从这个他下山以后，我回到寺院里面，这个住持转成法师用这一招来对付他，他也以后用这一招去对付他徒弟。以后你们去成建禅寺，如果被师父用这一招对你，你要心里要有负案哦，心里要有负案，怎么回答？心里要有负案这个广见老和尚只有对最熟的徒弟会用这么残忍的办法，他对不熟的徒弟他不会用这么残忍的办法。所以这个受入是对修行非常大的考验。那我问你，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通过这个考验，有些人通不过这个考验？这个答案非常好，但也非常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放下我执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具体放下我执是什么，又非常抽象。这一般我会这样子形容，就是一样用我刚才了脱生死那个方式。你心里面有没有比受入这件事情更高的东西？你心里面有没有比受入这件事情更高的东西？如果心里没有，那对不起，你受入的时候你就被他拖着鼻子走了，他把你拉去哪里就拉去哪里。如果你心里面有比受入这个事情更重要的东西，你就拉得回来，你就不会被受入这件事情拖着鼻子走。那你说什么是比受入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更高的？有很多多得不得了。比如说爱，这是最简单的，因为你对他有爱，可能他是你的亲人，你对他有爱，你受一点入没有关系。不是有那么一句诗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外面叱咤风云，回到家里说：“爸爸给我当牛骑。”好，上来。对他有爱啊，一点都不觉得受辱，这是胯下之辱，你知道吗？这不是胯下之辱吗？这小孩子把你当马骑、当牛骑，这不是胯下之辱是什么？无所谓，这不是爱吗？一定有一个比那个入更高的东西。有一个比入更高的东西，这个入你自然就放得下。你心里面没有比入更高的东西，这个你放不下。所以整个修来修去，到最后有一个口诀，就是有没有比你要跨越的那个，你心里面有没有比你要跨越这件事情更高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易经的口诀啊。就是你心里有没有比那个更高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口诀，叫做你心里面有没有真实的东西？你内在有没有真实的东西？到最后你要把内在有没有真实的东西这件事情跟内在有没有一个比这个境更高的东西，这个两个要结合在一起。这样会不会太抽象？那是因为有一些同学，因为你没有上易经课，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内在真实的东西。你看我书会不会稍微知道什么是内在真实的东西？可能也不行，但我没有时间再讲什么是内在真实的东西，因为再讲就太久了。这个，就我刚才讲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比它更高的东西，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你有没有到海边去看过风景？尤其是那个山崖，然后这边是大海，你有没有站在这种高处去看大海？你有没有一种冲动，就是你很想跳下去，有吧？大概85%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冲动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美叫做壮美，就是有一种一般就是康德的美学，还简单分2种，一种叫壮美，一种叫优美。优美就是那种细腻的那种美，像竹林那种美，露珠那种美，这个优美啊。那有一种叫壮美，就是哇，这个长城啊，这种广阔的沙漠啊，广大的海洋，这是壮美。好，就是我们对于美啊，美就是一个外境，它就是一个外境。好，对于这个境啊，你内在有没有一个比它更高的东西？对于这样的境，你如果内在没有一个比它更高的东西，你就会被它吃掉，你就会被它淹没过去。所以你会觉得，你那个跳下去的感觉，其实是你被它盖过去，你被它淹没，你被它吃掉，好像它是一个怪兽一样，它把你逃不了了，因为你内在没有比它更强壮的东西，所以你就被它吃掉了。这个叫壮美。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即使在欣赏风景的时候，也是在修行哦。因为你欣赏风景的时候，你要感受你内在，感受你的内在，就是你内在是在这个境的下面，还是在这个境的上面？这样不抽象吧？哈，因为这个你可以具体去验证。如果你在这个感受到这个风景，你心里有一个比这个境更高的东西，你就不会有那种被它吃掉的感觉。如果你的境，你内心的状态是比这个境更低的，你就会有一种被征服、被打倒、被吃掉的那个感觉，可以吗？西方的宗教在中世纪之后进入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它有一个理论，就是说这种宗教性的建筑物，它要盖到让崇拜者完全被吃掉，因为那个被吃掉感觉其实是融入到那个里面去。你可以参考我易经释刻卦那一卦的讲法，你好像被它吃掉一样，但被它吃掉又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比如说原始我们这个部落有熊的崇拜，所以熊是我们的神，然后你被一个熊吃掉，其实不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因为你被我们的神明吃掉，其实你是跟我们神明融合在一起。所以商代很多青铜器那个造型是老虎把人吃掉，可是那个被吃掉的人却没有任何痛苦悲伤的表现，却还带着微微的笑容。那意思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你是被虎神，你是会被虎神吃掉，所以你的精神跟虎神融合在一起，跟虎神融合，就是你不需要悲伤，你是跟虎神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我们一个民俗，北方华北地区的民俗传统。小孩子常常容易生病，没关系，你给他戴一个老虎的帽子，那么就是那个《鹿鼎记》那个为什么要戴老虎帽子？就是说我虎神的虎爷已经要了这个小孩，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来抢，你来抢就得罪虎爷。这就是用这个信仰，但是这个是就你的境如果比他低，他就把你盖过去了。所以文艺复兴时代那个宗教性进出，你看那个，你去意大利看那个大教堂，就完全被征服。那个被征服就是你完全被上帝的那种圣灵完全被他吞没，完全被那个宗教性的圣灵完全被他吞没。或者你如果去，比如说你去云冈石窟，好，你到山西大同，你去看云冈石窟，他为什么要让你在那么狭窄的房间？就是根本还比那个佛跟你的距离根本比我们这个距离还短，然后就有一个8层楼高的佛在你面前，你完全被他吃掉，你完全被他，然后你就很自然就要崇拜，很自然你就很想跪下来。但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个东西你要很清楚的去觉察，是因为你太弱了，因为你内在没有更真实的东西，是因为你内在没有更高的修行，所以你会不知所措，你就是比他低。但你如果内在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你内在有一个更高的修行，你不会被这个境所击倒。所以这个地方你需要自己去感受，自己去反省，什么叫比他高比他低？这是非常
直观性的感受，非常直观性的感受，这种比他高比他低这件事情，我就用这个做例子哈，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包括了脱生死，你也可以这样去感受。你如果内在有个比生死高的东西，你就不会被生死这件事情击倒。好，你都可以用这个角度去。好，那再来就来台湾了。好，那他跟林觉飞的姻缘来台湾这段我就不讲了，我就先说他来台湾。他来台湾先住基隆，但是住的不久，大概住了3-4个月，然后再来就到新店。好，到新店，基隆有一个佛手洞，那边他也待过。有去过佛手洞没有？有没有？没关系，不重要。然后就到新店，新店这边有一个叫广明寺。这广明寺就是他正式第一个跟人家结缘，然后正式在这边就是做一些度众生的工作。那有什么成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到现在这个新店地区做灸还是拜素的这件事情是从他开始，因为他从他就是在做灸，他到处去劝说要拜素，说拜素这样拜才有功德啊，不要拜荤的。本来大家是做灸，本来就有很多地方是拜荤的嘛，到后来大家就慢慢受到他感化，受到他影响，所以现在新店这个地方做灸是拜素的，就是这个是他这个留下来的一个重要的事迹。然后这个你知道他慢慢做出成绩，信众多了，香油钱多了，这个地方就变成是非之地，因为地是别人的，所以那个地主就会说这个寺院是我的，所以呢这个香油钱也应该归我管啊，你就好好修行就好了，这个香油钱我们来处理。就有一点是有点我们也不去说谁对谁错，反正就是会变成一个是非之地。所以待了几年他就不要了，他就好，那你们要这个庙就给你们，他就另外自己再去发展，他就找一个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就找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有带大家去叫日月洞，在大家就是从承天禅寺后山这边，我们翻过一座山然后就可以去日月洞那里。那日月洞那边是从安康这边从前叫安坑从安康这边上去，它是你要穿过一个砂石场，然后从砂石场的后面爬上去。这个从前那个地方是没有人去，只有一户山上只有一户人家，爬上去大概要爬个差不多半个小时吧，从那个马路这边爬上去大概要爬大概半个多小时。从前是没有路的，或者路很小他上去的时候，他都说他还要那个拿开山刀这个开路。上去以后，这个洞呢，名字是他取的。为什么叫日月洞呢？就白天看得到朝阳晚上看得到月亮，而且好像都有晒到这个洞口，所以他就称这里叫日月洞称这里为日月洞。那这里是没有人，本来是没有人的地方。洞本来也没那么大，但他稍微把洞稍微再凿深一点，让他可以在里面生活。其实说凿深一点也没多深，我看多大，洞大概就这个宽度吧，大概就这个桌子的宽度，那深度也大概最多就2.5公尺不到，就这样小小的地方，就在里面生活吃住。然后这个空间里面大概还有1/4的空间是一个水池。本来没有水，所以本来他还要去挑水，后来他就念佛念到那个水就从那个岩壁那边流下来，然后他就这边挖了一个水池，就在这边就蓄水，所以以后就不用再去打水。然后刚开始一个人修，本来有2个人一起上去，说要跟他一起修，但那个人就吃不了苦，就后来就说不行，他要下山。然后他就慢慢整理，反正本来这个洞不是很好，自己每天慢慢把那个洞扩大。几个月之后，这里就慢慢有个样子大概半年过后，就有其他的同修要一起过来修，然后慢慢大概也有其他的信众来，然后这里就稍微规模就慢慢变大。
所以就本来只是一个修行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一个寺，就叫广照寺。那这因为有其他的，等于是这个地方半年以后有其他人参与嘛，也有其他人有一些其他贡献，所以又有是非了。所以产生是非以后，广建老和尚就说：“好，那这个地方就留给你们，反正你们也是很用功的修行人，那这个地方就留给你们。我就到山的另外一边，就是土城这里，我就到土城这边来，然后就到土城这边自己简单用那个竹子就搭了一个竹寮，然后附近的人就是看他修行非常认真，就主动拿东西来供养。然后刚开始来供养，因为他又像从前在清源山修行一样，就会摘野果子来吃。附近的人以为说，哦，这个师父只吃水果，所以他们来供养都拿水果给他供养。后来有人问广建老和尚，就说：“哎，师父，你这个只吃水果，是不是一种特别的修行法门？”然后和尚说：“不是，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吃。那出家人不挑东西，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所以人家给你水果你就吃水果，就有这么。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刻意训练出来的，就随缘啊，你就随着这个缘分。”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修行方法，只是一个随缘的一个机缘，就顺着这个机缘这样做。好，就过来，然后这边到土城这边，就是大家就认了这个和尚，然后就捐地，用他的名字捐地给他嘛，这样就比较产权什么就清楚了。日月洞那边因为是政府的地，所以到时候也是产权不清楚，到底是归谁所有，所以也还是会有是非。到了成天禅师这边才好一点。这个过程教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创造力是很重要，但是你不要被你所创造的东西绑住，可以吗？就是好吧，就新店对面的广明寺是因为你的关系慢慢香火兴旺起来，但你不要被这个事情绑住。你真的觉得这里不能修行，你就要放手，因为你是要修行，你不是要来当庙公。后来广建老和尚就常常讲，这个庙不是我的，这个寺院不是我的，这寺院是大家的，是修行的地方。所以谁需要修行，谁就可以这个地方他就可以来这边修行，这不是我的地方。我如果认为这个地方是我的，那我就是庙公。他说修行不是要当庙公，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不能修行，他就放手，他就不要了，他就另外再去找个可以修行的地方，然后再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到后来是非又多了，又不能修行了，我就不要了，他再翻一个山头。这个都是，这个心胸要很宽大一样，这个是你内在要有一个比这个有形的这个寺庙还要高的东西，你才放得下。你内心没有比这个有形的东西还高，你如果认为这个寺庙是比修行还重要，那你就放不下。你如果觉得修行比这个寺庙重要，你就放得下。这一样，就是今天大家可以用一个口头禅，就是你内心有没有比这个境，这些都是境哈。你内心有没有比这个境更高的东西？这是外境，这个外在一个成就，这是外境。内在也有你的内境，比如你的尊严，我的尊严很重要。我的脸皮可不能被你让你的脚去踩我的脸皮，等等，这种就是觉得你的尊严很重要。这个就是你的内境，你不要被你的外境控制，也不要被你的内境控制，你才有真正的自由。你不要被你创造的东西控制，你才有真正的自由，而且你才能够保持住你那个创造力。这个修行也是一个创造力，你那个心念一转就是一个创造力。你创造力就是阳气，就是阳气。你那阳气不足，你那个心念是转不回来的，你就会往阴的地方一直走下去。好，那最后就后来成天禅师就这样慢慢就起来，然后有一个还蛮重要的因缘，就是蒋经国也上山去看过他。然后蒋经国去看他的时候，有问他说：“我过一阵子要去美国访问，有跟他讲说，这件事情顺不顺利？”然后他就很明确的讲。有惊无险，就后来是印证了，因为这个旁边大家都有写文章，就是的确是有惊无险，但后来真的是有惊无险。好，所以后来他过世的时候那当然后来蒋经国还有其他的事情去问他，
包括中美断交的事情也去问他，好，然后他回答就是说，这个台湾会慢慢越来越好，这个不用担心，都几个预言都应验了。所以广监老上过世的时候，蒋经国特别送了一个横匾，上面写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呢，现在放在陈天禅寺山下有另外一个寺叫广成严寺，放在广成严寺这边。你们应该不会去广成严寺拜拜啦，因为广成严寺它有特殊功能。但你如果去的话，你就可以问一下里面师父说：“那个大慈大悲那个匾额放在哪里？”里面有一个祖师堂，它放在祖师堂，你们可以如果有去的话，可以去祖师堂里面看一下。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很多想讲没有办法讲的，所以就还是要放下啊，还是要放下。这个缘分不会今天就结束，后面还会细水长流。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参加，谢谢。